财运挡不住。古人云，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万事分已定。浮生空自忙，财运要来，挡都挡不住。你若不信，听我讲个故事。明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有一人，名叫文若虚，人很聪明，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样样粗通。祖上也遗留下了一些产业，不免在家游手好闲，坐吃山空，以后家财健浩，免不得心下着慌。见别人做生意，时常几倍赚钱，便也私下琢磨，也要做点生意，但却是做一样亏一样。一天，听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雇了一个伙计，置办了一些扇子，上等精巧的，求了些名人诗画在上面，便值数两银子；中等的，找个写字好的人写几句诗在上面，也就以假充真的卖了；下等的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。这个生意赚个本钱翻2倍，那是没问题的。拣个日子，装了箱儿，6月间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自立下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天气热不起来，直到9月雨才停。文若虚见天晴大喜，准备将衫拿出去卖。开箱一看，心里叫苦连连。原来数月阴雨，扇子字画的墨迹融化，都粘一起了，勉强将扇子打开，画面都一塌糊涂，卖不得了。剩下等枚字白扇，还没坏，但值不了几个钱，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，本钱都赔进去了。几年做生意，大都如此，做什么亏什么，不但自己赔本，凡是与他搭档的，也跟着倒霉。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做倒运汉。几年下来，家财也耗尽了，也没娶妻，终日里东游西逛，只是他能说会道，大家喜欢他有趣，有耍去处少他不得，也时常施舍于他，也就胡乱度日。一天，有几个做航海生意的邻居结了伙，准备出发，一行共40余人。他晓得了，私下想到，我现在正落魄，也没什么生意可做，不如跟着他们去航海，到处看看长见识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正想着，恰好合伙这帮人的老大张承运走了过来。原来这张承运专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性格豪爽，肯帮助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绰号，叫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。张大同意了，说他跟着出去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也热闹，又说让大家帮衬一下，替他出几个本钱，也备点货。文若虚感激不尽。随后张大几个邻居凑了1两纹银，送与他置货。上街置货时，见到当地特产一种名唤洞庭红的橘子，此橘颜色正红，香气扑鼻，滋味甜美，与名满天下的广菊、福菊相差无几，价格却只有他们的1/10。文若虚自私本钱小，置不了什么货，不如将此1两银子买的100来斤红菊，在船上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大家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。买好后，装上竹篓，故意挑夫送到船上。大家打趣他道：“文先生的宝货来了。”他心中羞愧，将货放置在角落，为免众人取笑，从此再不提起此事。临行前，在街上遇上一算卦的，对他说此次远行他必发大财。若虚不信，一笑而过。航海1月有余，历经艰辛，来到一个名叫吉林国的地方。原来中国货物拿到这边，价钱能翻3倍，换了这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，一往一回就有了8、9倍的利润，所以大家都盼死走这条路。大家多是以前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的客户，各自上岸发货，留下文若虚在船中守船。他道路不熟，也没什么去处，突然想起了他那一篓红菊，担心已腐坏变质，何不趁众人不在查看一下？打开篓看时，上面的都是好的，他放心不下，索性将篓搬上甲板，将红菊都摆放在甲板上，也是合该他时来运转，摆得满船红艳艳的，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都走拢问道：“是什么好东西喝？”文若虚也没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大一点的，拿在手中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原来是吃得的。”其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，多少一个？文若虚听不明白他们说话，船上的水手却听得懂，
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要1钱1颗。那问的人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，道买一个尝尝。文若虚接了银钱，估计约有2把重，心下想到，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，也没有秤，先给他一个再说，捡个大些，红的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掂了一掂道，好东西喝，噗的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，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都跟着喝彩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一块塞在口里，泔水满咽喉，连喝都不吐，吞下去了，哈哈大笑道，妙哉妙哉。又伸手到怀里，摸出10个银钱来，说我要买10个送人去。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捡10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了，也有买1个的，也有买2个、3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，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。原来此国以银币为钱，上有图文，有龙凤纹的最贵重，其次人物，又次禽兽，又次树木，最下等通用的是水草，但都是银铸的，重量上没有区别。刚才买菊的都是给的水草纹的，他倒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，所以欢喜。不多久就卖出约有10只8九了。突然只见首先买10个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松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下了马，分开人丛，对船上大喝道，不要零卖，不要零卖，价格翻倍，剩下的都卖交给我，我要拿去给大王进贡。文若虚是个聪明人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，连忙把篓里全部倒出来，只剩50余颗，尽数买与此人。单只要水纹钱币的，得钱110个。围观的人见没得买了，也就散了。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仓里燃一个钱秤一称，有8钱7分多重，称过数个都是一般，总数一数，共有1000个差不多，把2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，笑一声道，那算卦的好灵验也。